首先，非常感谢旧金山野鸭子的打赏，这是我第4次收到打赏。兄弟们，我又要到饭了，感谢您的打赏。还是建议尽量别打赏太多，不要给您造成负担。我总觉得我的这些更新对不住太高的打赏。好，后续是今天的更新。处理好中国式人际关系的绝招是什么？为什么说皇帝梦、特权梦不过是巨婴梦罢了？为什么中国人喜欢随处丢垃圾？今天我们继续读《巨婴国》这本书。今天的读书专辑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今天我们读到的是皇帝梦、特权梦都是巨婴梦，中国人为何随处丢垃圾这2个专题。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读更多的书，以帮助自己查杀掉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在个体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皇帝梦、特权梦都是巨婴梦。中国式人际关系有很多独特之处，比如西方很多描述人际关系的句子都会涉及一个点，尊重界限。但是在中国人这里，一尊重界限，2个人之间的关系就像断掉了一样。考虑中国式的人际关系，最重要的一点是懂得大家都是巨婴，而巨婴最重要的一点是需要照顾。在前面的专题当婴儿照顾、当女神崇拜中，我讨论了中国式两性关系的哲学。其实这也是中国式人际关系的秘诀，当婴儿照顾，当神一样来崇拜。铁道部前部长刘志军和有高铁一姐之称的丁书苗的故事耐人寻味。丁书苗因为介入高达1800亿元的高铁项目而获益几十亿之多，但作为一名目不识丁的大妈，丁书苗是如何搞定刘志军的？多数文章认为刘最爱美女，丁书苗投其所好，不断送美女给刘。但是给刘志军送美女这一招谁都会，为何丁书苗占了先机，最终简直是承包了高铁项目一样？我看了很多报道，总结就是丁书苗的绝招就是把对方当婴儿来照顾，当天神来崇拜，同时又显得毫无心机。也就是说，她既是一个将巨婴照顾得无微不至的妈妈，又是刘志军所称的猪脑子。这样就给刘一种感觉，他伟大的头脑可以放心地控制住丁书苗。丁书苗的做事方式从一开始就可见一斑。他的第一桶金来自于铁路运输。早年为了在山西老家获得铁路车皮，没有人脉的丁书苗到铁路部门找关系，但对方看他是农村来的都不搭理他。但丁书苗不死心，干脆蹲在领导家门口，不关门的时候他就进去，把领导家的袜子、床单、内裤、衬衫、外衣都拿出来洗，最终用这个方法把领导感动，获得了车皮。这种方式也适用于巨婴。如果对方很有界限感，他的这些保姆式的做法会引起反感。所以说，崇拜加照顾是搞定巨婴的绝招。照顾弥补了巨婴们生命初期的缺憾，崇拜则满足了巨婴们的全能自恋。婴儿早期都有无所不能、无边无际的自恋，这也是魏忠贤权倾一时的绝招。他靠的绝非超级权谋，而就是丁书苗的这一招：猪脑子加无微不至的照顾加当天神来崇拜。其实多数中国人不都是想如此吗？找妈要照顾，同时还将这样的妈贬低成老妈子，希望对方崇拜自己，眼里只有自己，而自己还颐指气使，甚至继续延续。中国人大多有皇帝梦，而所谓的皇帝梦可以说就是为了制造条件来满足自己的巨婴梦，得到最好的照顾和最高级别的崇拜。历史学家张宏杰在他的著作《中国皇帝的5种命运》中，细致讲述了中国皇帝是如何被照顾的。古往今来，没有比中国皇帝更巨大、更崇高、更煊赫的存在了。这种动物也不过1人来高，100来斤儿，但是它却比其他千百万人的总和还要有分量。它稍微动一下手指头，半个地球都在地动山摇。在中华帝国的中央，人民穷尽物力，建筑了由9999间房子组成的宫殿供他居住。最迷人的数千名处女被精心挑选出来，囚禁在帝王之城中，供他一个人享用。数万名健康男人被割去生殖器，成为不男不女的怪物，以服侍他的吃喝拉撒睡。他吞噬的财富抵得上半个帝国的产出，从日本到帕米尔高原，从东南亚到东北亚，数十个国家的国王
每年都恭恭敬敬地向他进贡本国最珍贵的物产。在帝国之内设有数十百处工厂，几十万人专门为他一家生产瓷器、马桶和夜壶。如果想一想《红楼梦》中那个奢华到极致的大观园的主人，不过是皇帝的一个家奴，是皇帝派驻到一个皇家医疗厂的监工，我们就可以想象皇帝的日常享受了。中国皇帝制度设计的每一个细节都贯穿着这样一种核心理念，把每一种享受都推向极端，竭尽一切想象力去反复夸张和浪费，直到无以复加，毫无必要，令人厌倦。以吃饭为例，众所周知，皇帝只有一个胃，并且通常并不比普通人的大，但是皇帝一个人每餐的饭菜要数十上百样，摆满6张桌子。清代在中国历史上是最节俭的朝代，宫中规定皇帝一人每天消耗食品原料的定额是600斤，盘肉22斤，汤肉5斤，猪肉10斤，羊2只，鸡5只，其中当年鸡3只，鸭3只，白菜、菠菜、芹菜、韭菜等蔬菜19斤，各种萝卜60个，葱6斤，玉泉酒4两，青酱3斤，醋2斤，以及米、面、香油、奶酒、酥油、蜂蜜、白糖、芝麻、核桃仁、黑枣等数量不等。此外，还要每天专门给皇帝一个人提供牛奶120斤，茶叶15斤。为了给皇家生产衣料，清代专门在3座城市设立了规模巨大的工厂，为储存皇帝的衣服，专门建有数间宫殿。作为御用衣服库，为管理这些服装，专门成立了拥有数十名办事人员的上衣间。末代皇帝溥仪在回忆他那实际上已经是大大没落了的帝王生活时说道：衣服则是大量地做而不穿，一年到头都在做衣服，做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总是穿新的。这段话节选自我的前半生。据他后来翻检档案，发现仅仅1个月内，内务府就为他做了49件衣服。这些衣服当然绝大部分都是永远白白地储存在库内，从来没有机会上皇帝的身。说到行，一旦皇帝要巡视国土，那么整个国家都要为这件事翻天覆地。隋炀帝江南之旅的奢华不是帝王的常例，那么我们就还是以素称简朴的清代帝王为例吧。虽然传统时代交通非常落后，臣民出行极为困难，但是皇帝们的手指每一次在地图上指出一个新的目的地，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帝国版图上就会出现一条数百或数千公里的崭新大道。这条大道宽达10米，尽量笔直，碾压的如同打谷场一般光滑。这条道路仅为皇帝一个人通行，不准任何人经过。皇帝出行时，这条道上洒上清净的水，一尘不染。乾隆皇帝的一次出巡中，内务府官员记载道，为了供应皇上路上的饮食，他们提前把1000只选好的羊、300头特选的牛以及75头专用的奶牛带上车，沿途供皇帝御用。在数千公里的出巡路上，皇帝只喝四眼泉里取出的水。这四眼泉是北京的玉泉山泉、济南的珍珠泉、镇江的金山泉、杭州的虎跑泉。为皇帝运送泉水，专门成立了一支庞大的车队。在炎炎的夏季，几十万斤冰块被从北京提前运送到路上，以备皇帝口渴时能吃上冰镇的西瓜。为了防止皇帝回去的路上因为重复的风景而感到厌烦，沿途还必须修另一条道路。这种皇帝制度的设计，在我看来不过是早期婴儿全能自恋感的展现。我即世界，世界即我，整个世界为我所用。皇帝梦是巨婴梦的最高表现，而中国式特权则是巨婴梦稍微减轻一些的表现。据报道，湖北省恩施市的一名市领导自我批评时说，出差基本上坐飞机，很少坐火车、汽车，在医院看病从不排队，住院也是有专人看护的 VIP 病房，家里灯坏了，水管不通，直接给机关事务局打电话叫人来修。河北县委书记则感慨，虽然坐了无数次飞机，但取消贵宾厅后，比刚进城的农民还懵懂，订票、取票、换登机牌等等，不问就不知道。他还称，除了不会办理登机，一些干部去医院不知道怎么挂号，乘公交车不知道怎么投币刷卡，参加培训会走错教室。由此看来，
这些领导的特权其实就是可以做婴儿，被妈妈无微不至地照顾的资格。类似的心理在一般人身上也很容易看到。我在微博上讨论中国式特权时，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回复。其中一位网友说，我老公家里只要一点东西坏了，他就要找爸爸妈妈来修，衣服都要拿到他父母家去洗，也是快40岁的人了，显得无比年轻，看起来就是巨婴啊。是啊，无论是皇帝梦、特权梦，还是生活中找保姆，都不过是婴儿找妈的各种变形而已。巨婴梦的另一面，甩无助。皇帝梦中，皇帝不仅被当作巨婴照顾，还会获得超级崇拜。在权力斗争中，有能力的大臣们常常斗不过太监。很重要的原因是，在通常没有文化又被阉割的太监面前，皇帝有绝对的优越感。这是皇帝梦和特权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丁书苗对刘志军，既有无微不至的照顾，又有对刘的超级崇拜。同时，丁书苗还显得很傻，总被刘志军称为猪脑子。这是特权的威力，拥有特权的巨婴们全方位碾压属下。但在普通生活中，一旦玩起全能妈和巨婴的游戏来，就很难有全能妈崇拜巨婴这一点了。相反，全能妈不可避免地会鄙视巨婴，结果就是巨婴们一方面获得被照顾的好处，但同时又得接受全能妈投射过来的鄙视，准确的讲是无助。本来婴儿就是无助的，他必须有赖于妈妈的照顾，但如果在婴儿时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他们就会藏下很多严重的无助感。这一点以后的章节中会有详细的论述。家庭中的全能妈既通过照顾别人来展现自己的无所不能，也逃避自己内在婴儿的无助感，并在照顾别人的同时，会将你就是一个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的小婴儿投射到对方身上。例如，一位超级照顾者的理想是，丈夫躺在床上接受她递过来的一切，既不能挑剔，也不能逃跑。这样一来，她就将丈夫设置到了一动不能动的超级无助的状态。但可以想象，被放置到这种状态时，巨婴是不会感恩的，而必然会造反。2016年，网上有一个新闻，说一位女子成为植物人，而她的丈夫任劳任怨地照顾她很久。然而，当她恢复意识后，立即将丈夫告上了法庭，因为她之所以变成植物人，就是她丈夫的虐待、殴打导致的。将妻子打成植物人后，丈夫表现得如此任劳任怨，这不仅仅是内疚，也可能是丈夫喜欢这种感觉。一个像僵尸一样的妻子，她不会抛弃自己，也不会挑剔自己，而只会接受他的照顾，这样就显得她像一个超级圣母了。网友静无2801在我的微博上留言说，他认识一位著名学者，未来院士级别的，他妻子本来很正常，但很快就要被这位学者养成精神病了。他10几年如一日地守候他，照顾孩子，无怨无悔。这样的故事看上去很极端，但轻一些的妈妈照顾婴儿的游戏就非常常见了。一次，我生病好几天，不得已叫了一位女性朋友过来，照顾了我半天。结果她说，不能再这样照顾我下去了，因为她太喜欢这种感觉了，只怕再照顾下去会爱上你这个无助的宝宝。无所不能的妈妈等于无所不在的控制，很多人都是隐形的无助的宝宝。原来我自认为深情有加，只是有点被动消极，后来我才明白，被动消极很可能就意味着我是巨婴。为什么说被动消极的男人很有可能是巨婴？因为他的不行动常伴随着一个不易察觉的渴望，最好有一位全能妈妈帮自己做所有的事物。一位来访者说，他常想象有一双无形的大手在帮他解决一切的问题，并且他只要想一下，这双巨手就能完全如他所愿。这不就是哆啦 A 梦吗？大手的形象很有意义，它既有帮你解决一切麻烦的含义，也有控制你的含义。就像哆啦 A 梦加大雄妈妈，这才是大雄心里的一体两面。哆啦 A 梦是无所不能的全能照顾者，而真实的妈妈则对大雄有着各种的控制。全能妈和巨婴总是要配对出现的，看上去全能妈无所不能，巨婴依赖成性，所以是巨婴依赖全能妈，而全能妈似乎能独立，但实际上就像6个月前的婴儿总要和妈妈共生在一起，巨婴和全能妈也总共生在一起。全能妈并非真正的独立，他们往往割断了和内在婴儿的联系，显得很有能力。因为和自己婴儿切断了联系，而内在婴儿代表着欲望、渴求、热情与活力等等，
所以如果只有全能妈自己，他们的生活就很无趣，因而他们也需要找到巨婴，一方面照顾巨婴，一方面又借助巨婴活出部分的活力。其实很多中国式的图景中都有这样的意味，一个无怨无悔、无欲无求的全能妈妈在照顾着一个有欲望的巨婴。中国式君士和帝王就是如此。中国历史上，在我看来，都是一个为所欲为的大流氓式的巨婴加一个无欲的军师联手创造的。经典的如刘邦和张良、朱元璋和刘伯温等等，贤妻良母和霸道丈夫也是这样的。在完美秘书与领导的关系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巨婴男很多，巨婴女也一点不少，并且保姆女或者保姆男其实内心中也藏着一个巨婴。很多人就像圣母，他们的一生总是陷在解救别人的苦难中，且常遇到完全不感恩的渣男渣女。深层原因是圣母内心藏着一个被抛弃的巨婴，而特别直接的原因是只有陷入苦难的人才如此需要圣母，他们一点微弱的火似乎就能救别人的命，这感觉太好了。圣母与巨婴是很好的配对。无助的婴儿找妈这种隐喻在我们的文化中比比皆是，比如动不动就下跪的老百姓都期待着完全无私无欲的青天大老爷。在24孝的故事如骨不带里，媳妇儿用乳汁孝养婆婆，且永不懈怠直到婆婆去世。这个故事也可以看成是媳妇变成了妈妈，在哺育巨婴婆婆。我把这个故事称为人伦的反转。按照德国家庭治疗大师海灵格的说法，家庭最好是大的就是大的，小的就是小的。但是在我们的文化里，孩子反哺被视为美德，类似故事被广泛传播。这种德行的背后，其实就是家长和孩子一样，都是嗷嗷待哺的巨婴。既然一个文化中多数人都是巨婴，那么就可以知道，将一个人视为婴儿来照顾是人际关系中成功的绝招。从恋爱到工作，从对家人到对领导，都可以奏效。中国人为什么喜欢随处丢垃圾？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人那种开裆裤式的无私的人格。台湾学者孙隆基，9月底的一天，广州蓝天白云，风和日丽，我在小区里散步。我所住的小区有广州最漂亮的小区之美誉，有3湖6山，景色相当宜人。可是和在国内风景区旅游一样，再美也总会发现很多刺眼的东西，随处丢弃的垃圾。比如走在小区的一个台阶上，可以看到一个牛奶盒，经过小区最美的湖，看到湖水靠岸处飘着烟盒、可乐瓶和塑料袋。必须说明的是，这个小区的垃圾桶布局很合理，垃圾不远处都可以找到漂亮的垃圾桶。再者，小区的物业管理也非常好，所以小区里穿梭的都是住户。然而他们却如此不爱惜自己身边的环境。每每想到这里，我心里总生出愤怒与无奈。继续前行，到了一排很大很美的椰子树下，一位年轻新潮的女子将一个约3岁的小男孩带到一棵椰子树下，褪下小男孩的裤子，要他在那里撒尿。其实再走几十米远，就有一个干净的公共厕所。一时间愤怒与无奈升级。而新潮女子带着小男孩在美丽的椰子树下撒尿的图景，和前面那个散布在小区各处的垃圾的画面，在我脑海中汇聚，一句话在心中翻腾，一样的，这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这2类画面本质是一样的，并且新潮女子带着小男孩在椰子树下撒尿的中国式图景，正是随处丢弃垃圾画面的原因。更进一步说，这个中国式图景也是长假期间中国人在国内外各个旅游景区不文明现象的原因。中国人缺乏公德，这一点已成定律。旅游中的不文明现象也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的展现而已。最为中国人所知的旅游不文明现象是孙悟空干的。他与如来佛打赌，自己能跳出那如来佛的手掌心，然后一个跟头翻到天边，发现5根柱子，为了表明自己来到过天边，就在柱子上撒了一泡尿，还刻上齐天大圣到此一游几个字。大家都知道孙悟空赌输了，这一点自不必多说。虽然大家都很敬仰如来佛，但孙悟空才是我们心中真正的榜样。于是国内外无数风景区与名胜古迹都留下了到此一游的中文。第一流的小说家都能经典地刻画出自己所在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来。
吴承恩描写的孙悟空在天边的柱子上撒尿的情景，与我看到的新朝女子带着小男孩在高大的椰子树下撒尿的情景是何其相似。台湾学者孙隆基则认为，中国人的大小便训练方式是导致无数这种不文明现象的根源。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他阐述说，一些在大陆普遍存在，在香港与台湾也仍然可以见到的现象，比如随地吐痰、吐口水、拧鼻涕、当众挖鼻屎、搓身上的老泥儿、在人群中放屁、吃饭时将骨头吐在桌子上、将公共场所当作随便可以丢垃圾以及倒污水的地方、不守时间、不守规则、没有排队的习惯、对身体的动作失去控制，如随处撞人、抖脚等等等等，都是在童年阶段没有训练好的结果。在人格成长阶段中，口腔期以后就是肛门期，也就是将婴儿的注意力转向对排泄的训练之上。与西方人比起来，中国父母对孩童的排泄训练很随便。在传统时代，一般让孩子穿开裆裤，也就是可以随时随地大小便，根本不像西方人那样训练小孩由自己控制，按时按地大小便，养成有规律地排泄的习惯。孙隆基借用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弗洛伊德认为，1岁前的孩子处于口腔期，也称口欲期；1到3岁的孩子处于肛门期，也称肛欲期。口欲期的孩子快乐的源泉都在嘴上，比如吃奶；肛欲期的孩子快乐的源泉集中在肛门周围。肛欲期时，大小便的训练成为重要的事情。父母如何训练孩子，会决定孩子的很多行为的特点。孙隆基认为，西方人在大小便训练上有2点不同。第一是比较严格，要孩子定时定点排泄，而不是随处排泄。第二是这件事主要由孩子来掌握。相反，我们比较随意，让孩子穿开裆裤，这意味着我们认为幼童是没有能力有规律地控制自己的排泄物的。再者，大小便的排泄不是掌握在孩子手中，而是由大人来掌握。幼年时如何对待排泄物，决定了成年时如何对待各种生活垃圾。我们的教养方式导致了这样2个态度：第一，我可以随处丢垃圾，就像儿时可以随时随地排泄；第二，我制造的垃圾我负责不了，应该由别人来负责。所以这最终导致了在我所住的广州最漂亮的小区里，随处可以见到垃圾，也导致了中国人在长假旅游期间将垃圾，也就是成年人的排泄物随处丢弃。大小便的第2个哲学，他治他律，还导致了另一个副产品，即便放假这件事都不能由各公司自己来安排，而必须由政府来安排。对于这一点，孙隆基还论述说，中国式的社会是一个无力自我组织而必须由国家去组织的社会。这2者结合起来，构成了一对奇特的矛盾。孙悟空还是齐天大圣时无法无天，为所欲为，自由自在，没有任何规则可以限制他，但他终究被如来佛制服，并服从于如来佛给他安排的使命，而没有去自己寻找自己的使命。这只猴子虽然是自由的象征，但终究要接受他治他律的制约。放到中国人身上，随处丢垃圾的这一途径意味着中国人总是在追求为所欲为的自由，因此不得不接受法力无边的大政府的制约。由此可以说，让孩子将大小便排到对的地方，并主要由孩子自己来控制这件事，意义是非常不一般的。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读了皇帝梦、特权梦都是巨婴梦，中国人为什么随处丢垃圾这2个专题。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